欢迎来到早晚听书，与书同行，智慧相伴。今天要解读的书是《快乐美学》。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一种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情感体验，是一种高能量形式的幸福。我们可能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否幸福和满足，但很容易看出一个人是否快乐。心理学认为，快乐是一种强烈的、短暂的、积极向上的情感体验。常听说，外部世界无法带来内心的快乐，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然而，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物质世界来创造快乐的感觉。这本书的作者是英格丽·费泰尔里，他是美国著名创意公司 IDEO 的设计总监，也是设计学博客《快乐美学》The Aesthetics of Joy 的主理人。凭借多年在设计公司的经历，英格丽致力于收集那些令他感到快乐的视觉元素，并发现这些让人快乐的事物有一些共性。因此，他从视觉入手，总结出10条快乐的美学原理，分别是活力、丰裕、自由、和谐、嬉戏、惊喜、超然、魔力、欢庆和更新。这本书以这10条原理为基础，分为10章，每章详细讲述了这些原理如何让人们感到快乐，这些美学特质与我们的情绪有何关系，以及为什么它们能激发快乐的感觉。在书中，英格丽引用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新研究，解释快乐美学是如何通过外部世界改变人们的思想态度和行为表现的。他采访了著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从他们那里学到在物质世界里创造快乐的秘诀。每个人感到快乐的元素各不相同。例如，如果你是大自然的爱好者，自由这个要素可能会特别吸引你；如果你恐高，你可能对超然这个要素不感兴趣。不同情况下，人们对快乐的需求也会变化。比如，沉闷的办公室需要活力，忙乱的家庭生活需要和谐，而当孩子离家后，这个家又需要一些嬉戏元素来恢复快乐。接下来，我将从2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介绍具体的美学要素是什么，以及如何布置这些要素让自己更快乐。第二部分探讨抽象的美学要素，这些要素需要唤醒我们的心灵感受。准备好见识这本快乐指南了吗？让我们开始吧。先来说说具体的视觉上的美学要素，主要有活力、丰裕、自由、和谐。快乐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活力。活力其实就是生命力。英格丽认为，我们拥有的能量越高，活力越强，我们就越有能力玩耍、创造、欢庆，积极地加入我们周围的世界。所以，充满活力的景象会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神经，让我们更快乐。什么是充满活力的景象呢？英格丽认为，在视觉方面，活力就是指涌动的光与色。人类可以清晰地分辨多达700万种色度，这是大部分哺乳动物没有的视觉能力，而跟其他哺乳动物比起来，人类的嗅觉并不发达，因为人类通常是依靠视觉辨认食物的。鲜亮的色彩意味着成熟的美味果实，这样鲜艳的色彩就与快乐交织在一起了。鸟类拥有比人类更强的辨色能力，在求偶的时候，雄园丁鸟会用花朵、绿叶、贝壳，甚至是彩色塑料碎片构筑结构复杂的巢，这样丰富多彩的巢意味着雄鸟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雌鸟看到了会更愿意在这里筑巢。活力的颜色意味着生命力，一个城市的命运甚至也会被颜色改变。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曾经是一个危险肮脏的城市。20世纪末，蒂拉纳物资匮乏，破败不堪，是腐败分子的天堂和黑社会的巢穴。小偷和妓女在阴暗的角落里游荡，街边垃圾成堆，无人清理。2000年，一位名叫埃迪·拉玛新市长接下了蒂拉纳这个烂摊子。拉玛感到很焦虑，他说，这个城市已经寿终正寝，它就像个中转站，人们因为要等某样东西，才不得不待在这里。新官上任3把火。等拉玛当上市长后，他做的第一个重大决定竟然是他亲自设计草图，选择鲜艳的色彩和夸张的图案，改变破败灰暗的城市面貌。当工人们施工的时候，市民们都停下了脚步，震惊地看着一栋灰色老旧的历史建筑外面被刷上了鲜艳漂亮的橘黄色，鲜亮醒目的颜色从一面墙蔓延到另一面墙上。市民们虽然困惑，
但是大家的脸上渐渐都出现了笑容，纷纷谈论着这片醒目的颜色。一开始，有人恐慌，有人好奇，也有人高兴。但是很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不知道为什么，街上乱扔垃圾的人少了，市民开始自觉缴税，商店的店主移除了窗户上的防盗网。虽然街上的警察并没有增加，但是市民们都感觉上街更安全了。人们又开始走进咖啡馆，聚在一起，谈论如何在这个新的城市抚养教育下一代。5年后，蒂拉纳的商业活动增至原来的3倍，税收增至原来的6倍。增加的税收被用于公共发展项目，拆除公共用地违法建筑5000多栋，栽种树木4000余棵。以前冷清的街道是犯罪的天堂，如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是怎么回事？没有宏大的资本运作，没有大规模的公共建设项目，只加了一些红的、黄的、绿的、紫的涂料，却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个城市充满了快乐和尊严。这些美丽的颜色向市民们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他们居住的地方不再是人们所说的垃圾城市，而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的家园。有一位市民说，就算你是个盲人，也能感受到蒂拉纳的彻底改变。拉玛因为这场色彩运动成功地修复了蒂拉纳，他获得了2004年度世界最佳市长 World Mayor 荣誉。原来，拉玛曾经是一位设计师，他明白颜色具有振奋人心的力量。远古时期，色彩对人类很重要，是因为颜色意味着食物。而现在，颜色依然能够左右我们的情绪。除了活力，还有其他几项视觉上的美学元素：丰裕和和谐。丰裕和活力相似，都强调丰富的视觉感受，但是丰裕是指一种多样的、不匮乏的、富有变化的感觉，比如七色彩虹，比如满满当当的珠宝匣。而和谐是指平衡、对称、流动，比如对称精巧的剪纸图案，比如显微镜下的雪花，比如整齐的舞蹈，比如圆润的玉器。英格丽认为，人类喜爱和谐的东西，是因为人类天然向往秩序和整齐。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努力将无序混乱的东西变成有序的过程。比如，当我们在看到国庆阅兵式整齐划一的方阵时，或是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群舞表演，大型齐整的动作，除了让人心底会涌现出自豪感，也有视觉上的愉悦感在起效。有一个非常火爆的博客，叫做布置齐整的东西 Things Organized Neatly， 就是迎合了人类的这种视觉上和谐的愉悦感。这个博客发布各种排放布置整齐利落的物件组合，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狂热的房屋清洁人员把来自全球各地的一堆堆的杂物分门别类，整齐排布。比如，落叶会按颜色渐变排列在一起，羽毛会按大小顺序排成一列。因为向往和谐，我们人类的眼睛自然地倾向于寻找相似特征，并且归类。所以，如果你能寻找到不同物体的共同点，你就可以让它们组成一个整体。物体的共通点可以是大小、颜色、形状、材质等。英格丽举了个例子，比如他看到自己的卧室里有一个突兀的青绿色花瓶，不是很好看。再看看书架上也有本青绿色的书，而厨房里有2个青绿色的火柴盒。于是他把它们一起放到玄关的桌台上，这样它们就从几件平平无奇的东西，变成了家居中一个有趣漂亮的小景致。你可以将这个原理应用在很多地方，比如把东西粘到提示板上时，使用颜色相同的图钉；把家里的衣架全都换成一样的，每次打开衣柜，你就会感到赏心悦目，就像在服装店一样整齐美观。如果碰巧你喜欢收集东西，比如各种漂亮的餐具，那你可以把大小相近的放在一起，让它们看起来好像是一套。日本著名的收纳达人近藤麻里惠就利用这个原理收纳袜子，他把它们卷成像寿司一样的形状，紧紧地立在抽屉的一端。就这样，他让原本不管怎么放都乱乱的袜子变得和谐起来，注入了让人安心的秩序。还有一条视觉上的快乐要素是更新。更新意味着繁荣、扩展，往往表现为曲线，比如绽放的花朵和丰腴的动物轮廓。跟刚刚提到的活力一样，更新也意味着旺盛的生命力。比如，早期人类注意到鲜花是食物出现前的预兆，鲜花绽放，几周或者几个月后，可食用的果实和种子就会出现在花朵曾出现的地方。
人类学会了预判果实的成熟时间，这样就能在鸟类将果实吃光之前回到这些地方采摘收获。现在我们虽然不再依赖采摘水果，也不再关心花的出现意味着果子，但因为花暗示着未来的快乐丰收，花仍然能给我们快乐，让我们本能地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们能从橡树叶的边缘、梨的轮廓、葡萄藤刚冒出的新芽中找到蜿蜒的曲线，这些曲线象征着迅速生长，也象征着变化。除了植物和花有这种效果，许多包含 S 型曲线的抽象形态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座椅靠背的曲线或者把手的弧线，这些都能使原本毫无生机的物体变得生动起来。匈牙利的陶瓷大师蔡塞尔酷爱使用曲线，他的作品也以让人愉悦放松而出名。而他经典的餐具设计的灵感，其实就来自婴儿的小屁股。讲完了具体的视觉上的快乐美学要素，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更抽象的快乐美学要素，自由、惊喜、嬉戏和欢庆等，这些要素更能唤醒我们心灵的感受。先说自由，对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来说，自由似乎是一个奢侈遥远的概念。但其实，不管是荒野、宽广的草原、平静的湖泊，还是开阔的空间，或是公园，都能给我们带来自由的感觉。调查发现，在绿色空间更大的区域生活的居民，焦虑、抑郁的发生率更低。当人身处自然中，大脑密集思考问题的前额叶皮质的血流量会减少，人会生理上感到更加放松。再详细说说惊喜这个元素。惊喜是指强烈的对比反差，奇思异想，比如夸张图案的涂鸦，藏着礼物的彩蛋。惊喜也可以是指一些偶发事件，像是遇到你喜欢的演员在街头拍电影，一些不大可能发生的意外收获，像是打开饮料往瓶盖瞄了一眼，结果发现写着再来一瓶。比如一些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像是今年春天比往年来得更早了，楼下的花早早地开了。这些事情都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英格丽提到了一个小细节，有一次当他穿上了半年没有穿过的大衣，把手放进口袋里的时候，惊喜地发现里面有几个贝壳。他想起了这段快乐的回忆，这些贝壳是他之前在海滩上捡到的。后来他就会在大衣口袋和手提包里给自己藏一些小纪念品，比如漂亮的石头或者坚果。等他不经意地摸到这些可爱的小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收到了送给自己的礼物。惊喜也可以运用到装修上。英格丽提到，纽约有一家名为戴姆斯 Dimes 的餐馆，这家餐馆本身的设计其实略显保守，但如果你走进餐厅的卫生间，就会惊叹不已。卫生间的墙、天花板和地板上都涂上了各种鲜艳的颜色，就像走进了另一个魔幻世界一样。英格丽建议，你也可以在房间里应用这种设计，比如把衣柜和橱柜的内墙刷上明亮的颜色，或者改造你的抽屉内部，这样你每次开门或者拉抽屉的时候都会得到一种全新的惊喜体验。这种惊喜在数码世界里也很常见，许多开发者会设计一些十分有趣的内容，也就是我们说的彩蛋。彩蛋隐藏在各种各样的软件当中，当用户进行某种操作时便会触发。比如网易云音乐有一首歌曲名为《海德薇变奏曲》，海德薇是哈利波特的猫头鹰。如果你用手指敲敲这首歌曲留言区第9条留言和第10条留言之间的位置，相当于敲敲9又3/4车站的墙壁，当然这也是哈利波特里的地点，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链接日常世界和魔法世界的门。这个时候你的手机屏幕上就会出现被烧开一个口子的动画，然后一辆通往魔法世界的火车就停在了你的面前。而如果你收藏了这首歌，你的屏幕上会出现一只猫头鹰。这样的彩蛋有什么实际用处吗？没有，但是每个看到这个的人都会心一笑。会心一笑就是极其宝贵的情绪价值。这些快乐的瞬间虽然是转瞬即逝的，但往往能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影响。一点点积极情绪会螺旋式上升，惊喜能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焦头烂额的事情转移到眼前的事物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快乐美学要素是嬉戏。英格丽采访了斯图尔特·布朗，布朗是美国全国游戏协会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lay 的创始人。多年前，他受命研究德克萨斯州监狱系统里的杀人犯，他发现
几乎所有的暴力犯罪者都有缺乏游戏或偏离常规游戏的生活史。有的人的父母暴虐无常或管教严苛，有的人孤僻独居，无亲无友。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童年生活严重缺乏正常的游戏。布朗认为，大多数人都把获得的休闲时间用于做杂事、发邮件，或者通过静态休息恢复身心，比如边吃零食边看电视或网上购物。但是那些活得最快乐的成年人总是记得游戏，注意，这个游戏不是电子游戏，而是人和人之间的朴素互动。他们会主动去做一些娱乐休闲运动，他们会表演即兴搞笑节目，周末参加乐队表演，晚上组织家庭游戏，或每周专门拿出1小时玩一玩水彩涂鸦。不仅如此，这些人还经常把游戏精神带到游戏时间之外，他们在聚餐时戏耍朋友，在公园遛狗时逗小狗玩，他们在婚姻与正式会议中也增加一些游戏的元素。相信你也能理解，这个游戏不是只不认真或者吊儿郎当无所谓，而是一种自如的态度。除了庄重地举行婚礼，这些快乐的人们还会在婚礼上开心地随着音乐跳舞。在人类的行为中，淘气的微笑、傻傻的表情、逗趣的击拳意味着游戏的开始。这些信号等于在邀请对方进入一个充满快乐的安全空间，跟日常严肃正经的规矩不一样。在游戏的世界里，很少出现语言和逻辑。布朗说，这些表现是哺乳动物之间非暴力、安全、快乐的原始交流的信号。还有一种要素叫做超然，超然是指那些上升与轻盈的事物，比如小孩子喜欢玩的透明肥皂泡泡，总在上升的氢气球和小巧飞行的蜂鸟。另一种要素叫做魔力，魔力指让人感到梦幻的事物，比如北极圈的天空能看到的变幻的极光。这两个要素比较便于理解，所以就简略一说。如果你想知道更详细的内容，非常推荐你去看一下电子书。最后一个快乐美学要素是欢庆，比如众人一起合唱的音乐会、晚会夜空绽放的烟花、嘉年华的花车游行。欢庆意味着人群同步，有闪耀或者爆发装置的大型装饰物品。庆祝场合往往有大型物品，比如在游乐园，谁要是在游戏中胜利了，他们会得到一个比人还大的毛绒玩偶。谁中奖了，颁奖者会在一张超大的巨型支票上写上中奖金额，并将它颁发给幸运儿。在聚会上，开一瓶大香槟比2瓶标准瓶的酒更有喜庆的感觉。在草原上的节日，往往会抬出一只巨大的烤全羊，这是因为大件物品可以带来大份的愉悦，它们是庆祝活动的核心，吸引人群目光的灯塔。英格丽想起，从某一年开始，圣诞节他们家不再摆放圣诞树了，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尽管依旧唱颂歌、挂彩灯、拆礼物，却再也没有像从前那个节日的味道了。没有圣诞树作为视觉焦点，这场庆祝活动就没有重心。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都有各种视觉中心，比如篝火、盛宴、舞龙舞狮、游行花车。在一起注视着这个不寻常的大东西的时候，人们忘却了忧虑和分歧，共同沉醉在眼前的欢乐之中，这让我们放下隔阂，和身边的人成为了一体。英格丽在书中反复提到一个人，叫做吉汉·赞奇利。吉汉最初总是随身携带一个让他快乐的氢气球，大家都叫她气球女孩。后来一次机缘巧合，有个人觉得她的气球很漂亮，愿意付钱邀请她来参加聚会，要求是带上很多气球。从那以后，这个女孩做起了气球生意，携带着各种五颜六色的漂亮气球，出现在客户的婚礼、生日、毕业晚会上。故事的前半节符合我们目前提到的种种快乐美学要素，譬如五颜六色的活力和丰裕，漂浮的气球意味着超然和惊喜。但是最近几年，他不再做这种生意了，他开始专门制造大型气球装置。但他有一个要求，他不接只在私人空间展示的单子，他要在大众看得到的公共场所布置他的气球。这样一来，走过路过的人就能感受到他的作品带来的快乐。因为吉汉明白，欢庆不是主人和宾客的私有财产，它应该给所有人带来欢乐。人类的欢庆活动从古至今始终都是公共活动。欢庆活动的核心是越分享给别人，自己却越快乐。英格丽说，或许我们应该用与管理钱财完全相反的方式来管理快乐。
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花光所有快乐，在欢庆活动中使用音乐、烟花、大气球、闪光亮片，让尽可能多的人一起快乐。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获得真正持久的快乐。好，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在这本《快乐美学》里，英格丽提出了10条快乐的美学原理，分别是活力、丰裕、自由、和谐、嬉戏、惊喜、超然、魔力、欢庆和更新。那么，如何才能找到让自己最快乐的元素？我为你总结了一张清单，你可以试着找到纸笔，试着回答一下这些问题，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快乐美学倾向。第一组问题关于地点，你可以问自己3个问题：我在哪里感觉最快乐？那里有什么让我感到快乐？这些地方体现了什么美学要素？我给你打个样，我的答案是，我在家乡威海的一个小海岛上会觉得快乐，那里阳光充足，总是有海风拂面，开阔险峻，人烟稀少。那么，这个地方体现了自由和超然的美学要素。第二组问题关于人物，请你想想，在你认识的人里，哪些人最快乐？这些人为什么让你觉得快乐？形容一下，这些快乐的人体现了什么美学要素？我认识的人里，一位演员朋友最快乐，他会像孩子一样对他人没有戒备，总是能跟陌生人随意交谈，也可以随时随地跳舞，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他身上充满嬉戏、自由、活力的美学要素。第三组问题指向事物，请你回想一下，你家里有哪些让你开心的物件？这些东西为什么让你觉得开心？体现了什么美学要素？我家里让我快乐的是阳台上的植物角，这里有10几种绿色植物，它们生机勃勃，总能萌发新叶或者花朵，这是充满人造物件的住宅里不常见的植物园。这里充满活力、自由、超然的美学要素。第4组问题问的是活动，什么活动让我最快乐？这些活动为什么让我快乐？这些活动中有什么美学要素？比如，我喜欢跳舞和滑雪，也喜欢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么，我重视的应该是嬉戏、超然与和谐这3条美学要素。这4组问题下来，什么美学要素会让你感到快乐，就一目了然了。比如我的答案里，反复出现的就是活力、自由和超然这3个元素。根据这3个关键词，我可以找到让我变快乐的小灵感，因为我喜欢活力。我得把我的办公桌和家布置得更富有自然气息，甚至尝试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因为喜欢自由。周末我可能应该选择去公园或者爬山。或许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改变合在一起，就能让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你的快乐美学元素是什么？什么小事和小东西让你快乐？请在留言区写下来，跟我分享吧。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早晚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一起与书相伴，智慧人生。我们下一本书再见。